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平时的穿搭呢是以黑白灰极简风为主哦。高级是蛮高级的，但有的时候真的穿多了觉得好无聊，特别没劲，怎么办？那前几天呢，我正好去 Zara 逛了一圈，突然呢就发现了几件好东西，都是不贵的单品，几十美金就可以入，最便宜的只要29美金哦。但是可以和我衣橱里面很多基本款单品都搭配在一起，花小钱办大事，能够穿出2025年秋冬的时髦感觉来。那今天呢，迫不及待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吧。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今年呢很流行波点复古俏皮，那我在 Zara 呢也找到了一条这样的波点裙，这一条呢是他们家的高端线 Zara Woman Collection 系列，79美金，挂在那儿的时候呢，我觉得质感就蛮不错的。色调呢是栗红色的，带着一点棕色调，沉稳又温暖，非常适合秋冬季节的氛围感。上面呢是米白色的小波点图案，点点分明，但是不夸张。走的呢是轻复古路线，日常呢也能够轻松穿好看的。面料很轻盈，带着低调的光泽感，垂坠感也不错，而且呢基本上不会皱，很适合我这样的懒人。裙子呢是宽松版型的，一点点 A 字裙摆，但是不明显，所以呢相对于铅笔裙来说，对身材要求不高。裙摆剪裁流畅，即使站着不动也会自然呈现出文艺复古感。腰部呢采用了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两侧还有隐形的侧带哦，这样呢既保持了整条裙子简洁的线条，又很实用。这条裙子一穿上身，我就惊呼，哇，好像玛尼的感觉，就很文艺。随便搭配一件基本款的白色针织衫就不错，比如我身上这一件是穿了蛮久的 Lily Silk， 再加一根 Zara 的长项链，拉长脖子，项链呢是酒红色的，和裙子的颜色顺色。鞋子呢是我买了很久的 Massimo Dutti 的玛丽珍鞋了，现在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了，有点可惜，我再找找，如果找到类似款的话呢，会在群里面和大家分享的。除了像我这样搭配单鞋，模特呢是搭配长靴，针织衫呢是米色的，也是一套很不错的穿搭。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穿。这条裙子呢非常百变能够和我衣橱里面很多这种纯色基本款搭配在一起排列组合就很多新花样，所以这条裙子我很喜欢今年秋冬的出镜率应该会很高，分享给大家。第二个我在 Zara 里面找到的宝藏单品呢是这条蕾丝裙下摆呢是有一点点睫毛蕾丝的，哇，这个裙子完全不像我的风格。那我为什么会买它呢？是因为今年秋冬蕾丝呢特别的流行。之前呢我分享了一条长影片，是关于2025年秋冬流行趋势，就提到了这一点。那当时呢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这种流行趋势完全不实穿。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条蕾丝裙呢是相当实用的。你看很多时髦达人都穿上了，搭配皮夹克刚柔并济。蕾丝裙呢还可以搭配大毛衣，形成反差，而且蕾丝裙还可以和其他裙子叠穿，露出这一道蕾丝的边边，哇，好精彩所以这次呢我在 Zara 一看到这条蕾丝裙呢就赶紧拿下，我也想来模仿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能够穿好这样的蕾丝裙。这一条呢也是来自高端线 Zara Woman Collection 系列深巧克力色，显瘦而且容易搭配，长度呢到小腿中间，很优雅。缎棉材质虽然不是真丝的，但是呢整体看着质感还是不错的，蕾丝也做得蛮细腻的，一点都不 cheap。蕾丝裙要穿好看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搭配有反差感的单品。比如说呢上半身可以试试搭配厚重的大毛衣，我找出 COS 这件燕麦色大毛衣，版型的偏大，质地比较厚重，和轻盈透气的蕾丝裙果然配一脸，两者叠加让整体造型不单调，既有分量感又不失灵动。而且毛衣的针织感比较强，随性慵懒。蕾丝裙呢精致细腻，带着浪漫的气息，
搭配在一起就很有混搭那种感觉，随性中呢带着点女人味。毛衣呢又很保暖，蕾丝裙呢轻盈飘逸，这种搭配公式在秋天这样的换季时间呢就特别实用了。另外要注意一点的是前几年流行的上衣一定要塞进夏装里面，这种穿法其实蛮过时的，就这样把毛衣放在裙子外面就不错，很有松弛感，比强行凹出大长腿来呢更时髦。鞋子呢，我选了之前入的 Adidas 这一双棕色的Samba，有一定的亮感，和毛衣的厚重呢互相平衡，不会头重脚轻，而且和裙子顺色，也显得更有整体感。至于这个包包是我最近新入的，来自小众品牌 Manu Atelier， 棕色加上麂皮，哇，真是完美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这个包包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大火了，我当时就很想买。第一呢，是因为实在太火了，根本买不到。第二个原因呢，是当时我觉得它的肩带呢比较短，没有办法肩背，我觉得不方便，算了。第三个原因呢，太火的单品我总觉得很容易过时，所以我当时呢脑子就清醒了一下，就没有买。但是今年秋天这个包我再一次看到的时候呢，依然很心动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那我们先来看它的皮质这个也是我买麂皮包最关心的一点。整体来说呢，它的皮质还是比较细腻柔软的，表面呢有细密的绒毛，带着一点朦胧的雾面光泽，给人低调奢华的感觉。这里也做一个比较，这个是我新买的这个 Manu Atelier 嘛，这个是我自己有的来自一个韩国的小众品牌。你看这两个麂皮放在一起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它的麂皮呢就会更加的柔软一点，这个韩国牌子这里都炸毛了，而且呢颜色不均，不是那么的细腻。那毕竟价格还是有差异的啦，这个韩国品牌呢是200多美金，这个呢是700多美金。老实说，这个麂皮呢虽然还是 OK 的，但是跟我刚刚断舍离的那个 YSL 的麂皮包的皮质还是不能比的，价格呢毕竟要差个7、8倍还是那句话，好货不便宜一分价格一分货。我呢很喜欢这个包包的包型融入了极简主义和建筑的线条美感，看着立体挺阔。但是因为是麂皮材质的包包呢，没有那么硬朗，增加了几分松弛感。包包的上缘呢是直的，但是它的侧面你看其实是有一点点圆弧形的，给人感觉呢就是有一点点建筑感，但是又不矮板，很简洁又很优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它的包包的边缘呢，其实做的是立体的，有一点点呢像折纸那种感觉。这样呢包包就更有结构感，也显得更加挺阔有型，同时呢也增加了立体感和艺术感，视觉上呢也很精致，拿在手上呢不会显得软塌。包身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皮带，因为这个皮带其实也是这2年的流行趋势之一，你也可以把它解开来，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看的。而且它的五金件不大，这一点我可以忍因为我不喜欢五金件大的包。下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金色 logo， 很小我也可以忍。底部呢是4个脚钉，也蛮考究的，这样的包包放在地上，这个麂皮就不会磨坏。然后包包的开合有一个按扣可以扣住的，开合也很方便。内里呢也不错，也是麂皮的，确实品质好，当时那么火是有原因的。因为麂皮毛面呢会吃光，所以颜色看起来比较深邃，尤其是棕色这种色调很有质感，搭配这一身和裙子的颜色顺色。不过呢，因为一个是麂皮，一个是缎面，材质不同就显得很高级。我之前还搭配过一身棕色，是比较偏夏天的一种穿搭，也是因为材质不同，即使是同色系搭配依然很出彩。一身棕呢一点都不会显得无聊和单调的。我这款呢是35号，大家看着觉得并不大，其实是可以装上我的13寸苹果电脑的，简直不能相信但这个包包的缺点也是蛮明显的，就是它的手柄呢太短了，你就只能够手提着，没有办法肩背。不过呢，这种包包如果做成能肩背的款式，就不会那么时髦好看了。只能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求买到自己合适的单品就好了。它们呢还有20、25和40不同的大小，总有一款适合你。
也因为这个包包太火了，所以今年还出了一个 East West， 也就是狭长型的这种款式。它的肩带呢就比较长，就是可以肩背，任何的厚大衣啊、羽绒服都是完全 OK 的。不过我自己还是更喜欢这个手提的款式。扯远了，我们拉回来继续说这条蕾丝裙。那还有一种搭配方法，就是试试看和偏中性化的单品搭配在一起，能够平衡裙子的性感和柔美。比如说呢，上半身我选了刚刚开箱过的 Moco 的条纹衫，棕色系呢和裙子顺色，但是呢条纹衫风格偏中性化，亨利领呢更增加了几分帅气，外面呢再加一件牛仔衣，上半身都是那种比较偏 boyish 的单品，而蕾丝裙呢柔美女性化，两者互相平衡，互相冲撞，打造刚柔并济的效果。最后呢，别忘了加上这双桑巴鞋，也是比较帅气的单品，进一步能够中和蕾丝的甜腻。你看哦，蕾丝裙只要搭配好，完全不会有刻板印象里的甜腻或者是俗气吧，反而呢能够盘活衣橱。你看我衣橱里面有很多大毛衣啊，偏中性风格的单品都可以拿出来啊，重新排列组合，可以穿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新意来，好开心。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三个单品呢，又是波点哦，不过这次呢，我选了一条波点丝巾，我呢一眼就看中了这一条。它采用了经典的咖啡色和白色的波点印花，整体配色沉稳，又带着点复古感，适合秋冬季。更重要的是虽然是小小的一条，但其实是有2种不同的波点图案，大小和配色也稍有不同，更加灵动有趣。但是呢，看着又完全不杂乱。虽然不是真丝的，但是布料呢轻盈，而且带着丝滑感，质感很 OK 的。29美金嘛，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敌了。尺寸呢是标准的70乘70厘米，非常的实用。模特搭配的呢是灰色针织衫，那我也来1比1模仿一下吧。小丝巾拿出来对折，一侧呢是三角形垂下来，另一侧打个结，瞬间就可以拯救这一身。一下子这一身好像就有了灵魂。白色波点呢自带俏皮气息，而且一点点颜色的加入也给灰色增加了动感。丝巾的轻薄也和针织衫的温暖、牛仔裤的粗犷互相的冲撞，形成对比，视觉效果丰富耐看。而斜线本身呢也很显瘦，视觉上还能够起到纤细腰身的效果哦。我选了一双桑巴的紫红色的鞋子，和小丝巾上面的棕红色调呢，虽然不是100%一模一样，但是四舍五入还是配得上的。那么我搭配的包包呢，就是这个 Toteme 很有名的 T-Lock。其实我去年就买了，大家还记得吗？今年拿出来的时候，我依然很喜欢。去年呢，其实我买完就买不到了，今年没想到这个颜色和图案又回归了，是市场上很少见到的这种红棕色调，再搭配鳄鱼纹路，所以呢，跟很多人手上有的 T-Lock 都不太一样，会更有气场，更特别，也显得你很有品味。而且这个颜色呢，既可以搭配各种中性色，和酒红色啊、红棕色啊都可以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它的五金件呢也是小小的一个，不是特别的明显。这道弧度呢，则是这个包包的标志性的设计，增加了一些松弛感。虽然这个包是鳄鱼纹路的，蛮有气场的，但是也因为这一个弧度的加入呢，不会显得那么咄咄逼人。它那里面是有一个长肩带的，所以如果你不想手拎的时候呢，用长肩带肩背啊或者斜挎都是很方便的。那我这个呢是中号，跟我的身高还有体型是比较匹配的。一般呢，如果个子比我更娇小一点的女生呢，我觉得买个小号就可以了。那它的开合呢，肯定没有那么方便了。你看因为这个带子的原因肯定不会像托特包那么方便。但是呢，就像我前面说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包包也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呢有不同的优先考虑的选项，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样比较容易找到心仪的单品。我们再来说这条小丝巾那它既然是红棕色调的，那么搭配大地色系的衣服呢，会更加的简单一点。比如说我刚入的这件 Uniqlo C 羊绒衫，搭配 COS 的棕色长裤，
如果就这样上下身，就是挺平淡、挺无聊的吧？那就在脖子上系上这条波点丝巾吧。注意啊，最好稍微折一下，不要太宽，和 V 型领口之间呢要隔开一点，才有呼吸感。否则脖子完全遮住，就会显得没有脖子，就不太好看，显矮哦。再加一根长项链，增加风格感。拿上这个 Manu Atelier 的棕色麂皮包包，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条波点丝巾拯救了这一身？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系在腰上，给全身增加亮点，也增加了腰线。如果喜欢身上衣服呢都是基本款，那么包包呢就不要太基本了。丝巾可以系在包包上，就蛮灵动的，和简洁的衣服呢正好配一脸。最后一件呢也是蕾丝，是这一件蕾丝吊带，也是来自 Zara Woman Collection。大家肯定很纳闷了，天气那么冷了，你为什么还要买吊带，而且是这么嫩的一个黄色呢？因为我看到很多时髦达人都这么穿，他们一般呢都是搭配西装啊或者针织衫，露出蕾丝下摆的这一道边边，哇，看上去好美好性感，但是又不会过分的甜腻。说实在话，这种风格呢也不是我以前会穿的，但是呢就像我开头说的，总是穿一样的，不断重复自己也挺没新意的，那不如挑战一下自己试试看。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件蕾丝的吊带穿上身的感觉，整体来说呢质感还是蛮不错的，缎面再加上睫毛蕾丝，淡淡的黄色能够给我们的中性色穿搭增加一点点色彩，但是又不会过分。下摆呢是斜线设计的，蛮灵动的，而且很显瘦。找出我买了好久的这一件黑色的 COS 羊绒衫，搭配一条黑色的 COS 阔腿裤，这一身黑配黑哦，黑黢黢的，真的不太好看。而且说实话，这件羊绒衫我已经很久没穿了，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搭配，我都准备断舍离了。那这一次就内搭加上这件 Zara 的蕾丝吊带，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吧。一加上，果然1秒钟化腐朽为神奇。黑色针织衫里面呢露出一点点蕾丝下摆，而且是斜线的，给全身呢增加了亮点，让一身黑不再沉闷。蕾丝的飘逸和黑色的稳重互相平衡，刚柔并济。别忘了加一根长项链哦。这一下子呢，我这件黑色羊绒衫就不用扔了，可以拿出来继续再穿。我们再来试试一身白吧。开头那件白色的羊绒衫，搭配刚刚开箱过的 Fabric 的白色牛仔裤，也是蛮没有劲的一身，很平淡。内搭就来加上这一件 Zara 的蕾丝吊带吧，露出下摆的蕾丝边边，一下子感觉就出来了。其实这个斜线的蕾丝边呢，和之前小丝巾系在腰上的三角斜线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显瘦又能够增加亮点。最后呢，别忘了加一根长项链，这一根呢是我新入的 Massimo Tutti 驼色丝质长链，和米白色相得益彰，再加上棕色的3把鞋和包包呼应，又一次拯救了这一身吧！哇，超级开心！一件看似和我风格完全不联系的蕾丝吊带，居然呢和我衣橱里这么多基本款单品都配得上去，这样呢衣服利用率提高，还能够穿出新意，超级开心！好了，一口气分享了 Zara 的4件单品，都是不太贵，但是呢花小钱可以穿出大效果。大家不妨呢把衣橱里面的基本款都拿出来，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挑战一下自己，穿出2025年秋冬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来。当然了，大家肯定会说，哇，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我，不想尝试。还是那句话，生活其实是蛮无聊的，如果每天总是穿一样的衣服，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有点单调的，那不如试试看，加入一点点不一样的单品，也许呢就会给自己的风格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穿出新意。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